同志，你们是法院的？对，我们都是县法院的。我叫夏英杰，你也是这个村的吗？算是吧，也不算。我和邱阿贵是同村的，一起嫁过来的。我跟他一样，每天都挨男人打。我男人叫冯大志。嫂子，回家了。你晓得你拿人赌钱噻？现在人死了，但是欠的钱不能拖，给你1个月，天儿都拖不得哈。畜生！你咋不早点死呢？你可慢点吧，你这时候你赶快师傅也下班了呀！哎呀，慢点吧，这下坡，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灯还亮着啊！灯亮着呢。什么？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你快！哎呦！师傅，师傅，怎么了？你这一天去哪儿了？邱阿贵，邱阿贵怎么了？邱阿贵。我，哎呀，我还是不进去，我太累了。这怎么连个谢谢都没有啊？啊，就拿人当牲口使啊？我能理解他们。后来那个女的说的情况确实重要，搞不好啊，真能救邱阿贵一命。你肯定能理解呀，你们都一个样，有那个轴劲呢。你说，我跟夏英杰一样，你们。邱阿贵，我们是县法院的，今天对你提审，你所有的事情要老实交代，不得隐瞒。听清楚了没有？听到了。你为什么要杀你男人？打得实在受不了了。没有别的原因吗？没了。政府，我杀了人，我该死，政府判我死刑吧，只求政府照顾好我3个可怜的娃儿就行。邱阿贵，你犯了罪，你受到什么样的刑罚，这是法律说了算的。但是你态度要老实，你要交代全部事实，不得隐瞒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杀了黄连仓就是因为他打你，没有别的原因吗？是，打得实在受不了了。邱阿贵，你就说出来吧，你不要再隐瞒了。小夏，我们都已经知道。要保护孩子，首先要保护好自己。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一定要如实交代，这样我们才能帮你争取一条生路。畜生，这俩人都是畜生。但是，这确实吗？应该确实吧。你不让他撒那么大谎，图啥呀？图啥？恶心他婆家呗。农村女人啊，搬弄是非、瞎编乱造很正常。王大律师，你话不能这么说。我们提醒过他，瞎说是负法律责任的。你想负责任？他敢出证言吗？孤儿寡母的住在婆家，敢说她男人跟黄连仓有关系？问过，不敢，对不对？他有顾虑正常吧？一个寡妇要编配她的死鬼丈夫，多半是因为恨他。他平时不也总挨揍吗？出气罢了。你要是真跟较起真来，你看着，
比谁变得都快。这种事儿咱见多了。这我不同意。你这是主观臆断。哎，这是这样，王老师经验很丰富，这种情况的确存在，不过什么呀？不过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别在那瞎搅和啊！我主观，那你们就不主观不臆断？邱阿贵的男人赌博，赌输了让自己的亲闺女陪别的男人睡觉来还债，现在2个男人都死了，离不离奇？巧不巧合？死无对证啊！全凭那寡妇一张嘴，还不敢出正言。邱阿贵本人自己还不提，那你要是审判员，你信吗？所以说你杀了黄连仓，就是因为他打你，没有别的原因。邱阿贵，你丈夫赌钱输了就拿你女儿抵债，把她送去给他的牌友冯大志强奸。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不再被糟蹋，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，是不是？不是。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知道保护你自己呢？邱阿贵，你想一想，如果你死了，谁还来保护你的女儿呢？我再说一遍，没有你们说的事儿，你们谁都不许提，不然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。夏英姐，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身份吗？我只知道这是事实，能救他一命的事实。但是作为一名审判员，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。只有被法律看见的事实才叫事实。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办法证明，它就是没有发生。还不是审判员，但你是法律人。咱们退一万步讲，如果可证实的话，那么邱阿贵的杀人虽然够不上正当防卫，但是从道义上是存在正当性的。法律虽然不至于鼓励，但是应该谅解。他这是重大从轻情节。哎呀，都退一万步讲了，还有什么可聊的呀？就这样吧，啊，我们还忙着。哎呀，这案子吧，确实难。不过要是翻案了呢？要是翻案了，您可就是名垂青史了，是不是？要不这样，我跟上头说说，换你来，你名垂青史，没准能登报呢。那你说呗，那你就跟上面说呗，你告诉明明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这法律顾问，今儿。不好意思啊，可能我们真来错了，打扰了。把风扇修了。要不，咱们法院退卷，让检察院再做一个补充侦查，行不行，哥？补充侦查？侦查什么呀？啊？现在啊，唯一的证人，这就是他女儿。可这孩子还没成年呢，你希望公安局、检察院去问问这孩子，你爸爸有没有把你送给别的男人睡觉？啊？你希望这孩子的证词出现在法庭上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样的话，那后果很可能是邱阿贵命也没保住，这孩子的名声也没保住。这是邱阿贵希望看到的吗？那他不白死了吗？可是哥，现在这个庭都没有开呢，我们就判他死刑了，你觉得这样对吗？行了，妹妹，这样啊，如果你真是觉得那个什么的话，咱们就换个人审吧。
就有区别。那怎么的？现在这个形势，要不就当我把着你的手判的，我来当这个王八蛋，这你好受点了吧？哥，我就是觉得这个邱阿贵，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！院长不表态，他考虑最多的不是法律，而是社会稳定，是县政府来的电话，还有他自己的乌纱帽。那律师呢？也不乐观。要是律师可以在法庭上把这些事情都说出来，应该也可以吧？哎呀，他本人要是坚决不认呐，玉皇大帝来了都没辙。要不找他女儿？咱们还是内部消化一下吧。反正现在不能什么都不干。咱俩再去给李湘紧紧扣。他可以，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有正义感的。那我们去找找检察院，查清真相本来就是他们的责任。可是咱们不认识检察院的人啊。管他呢，咱们直接杀过去，反正就在楼上。雨香啊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人家是大学生，来实习的，用不了多久拍拍屁股回北京了。你知道这个案子现在外面什么情况？不管怎么说，咱们是他的律师，连他本人都不见一面就去开庭的话，咱对得起谁呀？能对得起自己就不错了。我警告你啊，别到最后两头不落好，里外不是人。会见邱阿贵，您跟不跟我去？不去，我去。我去打点开水。等了有一会儿了吧？走吧，去找邱阿贵。走。检察长，他们想让我们再调查一下事情的真相，他们是不是听你的？去吧。哎，然后，我们检察长让我们向你表示感谢。这件事情呢，我们会和法院再沟通一下。然后呢？然后啊，我刚才说过了呀，我们会和法院再沟通一下。不是，关检察长，你们刚才的对话我都听见了，你们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核实清楚。关检察长，事关重大，我们才贸然来找您的。草草判决只会让一个想要保护孩子的母亲枉死，还有那几个可怜的孩子就会变成无父无母的孤儿，更会让真相彻底沉没。求您了，也请您给邱阿贵一个机会。如果这次给他的机会，他还什么都不说，怎么办呢？你们都是法律界的高材生，你们应该明白，任何基于情感倾向的同情心，都是不具备证据能力的。谢谢关检察长。哎，稍等一下。你叫张丽慧？对。啊，哎呀，其实，在你们这波学生当中啊，我对你还有陈一中印象很深，既有同情心，又有原则性。你看啊，现在我们的检察官队伍就缺少像你们这样，既能沉得住气，又能压得住场的年轻的检察官。快毕业了吧？啊，是。考虑考虑。好，谢谢您。谢谢。怎么样？邱阿贵承认吗？极力否认。
而且还不许我在法庭上提，说提了，做鬼也不会放过。哎，就算没这个情节，他长期遭受虐待，这总是事实啊。你从这个角度好好为他辩护，会有帮助吗？小陆啊，你是在教我怎么做律师吗？不，我俩没那意思，他也是着急。哎呀，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。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，死刑是板上钉钉的。更何况这案子现在影响这么大，她婆家咬得也很死。那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没办法，这世界就是这样的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办法。我当律师这几年，感受最深的就俩字儿：无奈。宣布一下啊，那个案子，明天必须开庭。又去提审过了，邱阿贵坚决否认。明天开庭，雷打不动。地址：县政府大礼堂。师傅，别叫我师傅，我不配。我是法院的。我记得你，你啥事儿？没啥事，我就是路过。雨太大了，进来躲会儿吧。谢谢。你几岁了？我14岁。夏同志，你要是有啥话，就现在说，明天就开庭了，来不及了。虽说女人都是苦里熬出来的，可这个我实在是太苦了。
们知道吗？我有的时候特别想骂人，更想打人。能看出来，要不你骂我，然后你打我？哎，别了，这挺危险的。我骂不出来。我帮你骂。你大爷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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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房叔妹，你给我出来！我儿发烧了，你当妈的不管，让我管啊！房叔妹，你给我出来！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又喝酒了？你赶紧回去，我要马上要开庭呢！赶紧走呀！你干嘛？我发烧了。你干嘛？你干什么来了？这是你给我闭上！放手！你还打人呢！你这样吧，我啊！住手！没事吧？回去。小夏，小夏，你没事吧？住手！住手！喝什么酒？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是哪儿啊？丁院长，他你闭嘴！知道这是哪儿吗？啊，这是哪儿？这是法院，国家的司法机关。你在这打我的人，打宝贵的大学生，反了天了你呀！院长，他喝酒了。你别说话。都是我老婆，我的人，这事都是我的人，国家的人。我毙了你，你信不信你？赶紧回去吧，快点。快去吧，开庭了。你赶紧回去啊！快去吧！怎么的？没看够吗？给我滚！滚得越远越好，知道吗？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夏，你还好吧？嗯，不好意思啊。别这么说。这里收收。好。紧张吗？会慢慢习惯的。这个收起来。师傅，邱爱贵的案子就只能这样了吗？今天县里的大礼堂腾给我们当法庭，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抓紧吧。起立。你跟夏英杰看着不对呢，师徒俩不能干起来了吧？夏英杰不能搂吧？坐下。南峪县人民检察院诉邱阿贵故意杀人案现在开庭，带被告人。
鉴于被告人过去一向遵纪守法、逆来顺受，本案系其初犯、偶犯，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，如实交代了全部罪行。我让你出报告。你个天杀的！干什么？我的好使！干什么？我是个好东西。恳望法庭看在其还有3个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的份上，希望能够从轻处理。哎，干什么？注意心理啊！放过去！我不擦，我不擦，这让你解恨了吧？这王法占刑啊，有点爷们样。这些东西怎么带进来的？谁扰乱法庭秩序，我就请谁出去，听到没有？李湘，你看见了吧？哼，你醒醒吧，托尔斯泰！被告人，起诉书指控你杀害了你的丈夫黄连仓，你认罪吗？我认罪，我愿意给他偿命，只求有人照顾好我3个娃儿就行。呸！你还有脸提3个娃？旁听席，没有经过我的允许，你不得发言。我给你一次警告啊！邱阿贵，你和你的丈夫已经结婚10几年了，还有3个孩子，你怎么忍心杀害他？你的动机是什么？我说你是不是有意的啊？你想问出啥来？是不是想给他打埋伏？第2次警告。邱阿贵，请回答。他打我，每天打，高兴了打，不高兴也打，喝多了打，输钱了也打。不但打我，还打孩子，打得我和孩子见着他就哆嗦。再这样下去，就被他打死了。你胡说！你胡说！你坐下！你再扰乱法庭秩序，我就把你请出去，你听到没有？最后一次警告。被告人邱阿贵，你说你男人打你，有什么证据吗？哪个男人不打老婆呀？啊，打老婆就该死了！没天理了！没天理了！我不说了，不说。等一下，我念你是被害人的家属，我再让你一次，下次绝不姑息。听明白没有？我问你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了。四号。被告人邱阿贵，你男人打你，除了身上的疤痕，还有别的证据吗？没了。辩护人，你有被告人遭受丈夫虐待的证据吗？我们这里只有起诉书副本，不过公诉人的证据材料里面有。请出示证据。本案第8号证据为被告人的病历，病历证实被告人曾经因为被打伤3次入院治疗，其对医生口述说是遭到其丈夫的殴打。本案第9号证据为黄平镇妇联的证言，证明被告人曾2次因为被丈夫殴打到妇联求助，妇联也曾2次找其丈夫谈话。
本案第10号证据为被害人黄连仓在上梁村村委会写下的3份保证书，都承认殴打过被告人，并保证过永不再犯。被告人、辩护人，对这几份证据，你们认可不认可？我们认可。被告人，你被丈夫虐待，报过警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我找过村里，也找过妇联，每找一回，他回头打得更厉害。我害怕。你杀害他的时候，他处于什么状态？他又喝醉了酒，睡着了。他要不睡着，我也没办法杀他。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他200多斤，我还不到100斤。法庭调查到此结束。审判长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爱白色帮吧你啊！我还有补充辩护。讲。邱阿贵杀人固然不对，但实属是事出有因。刚刚所有的证据都已经表明了，被告人遭受了被害人长期的残酷的虐待，他一定是被逼无奈才杀人的。你说说多少钱啊？你不得好死！坐下。对，你不得好死！坐下，不得好死！坐下。这些事实法庭已经调查清楚了。辩护人，你有别的新的意见吗？别找不痛快呀，里外不是人。有，我有问题想要询问被告人。可以问。邱阿贵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。为了你自己，还有你的3个孩子，请你如实的告诉法庭，你之所以突然起意杀人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？真正的原因？你问我真正的原因？对，真正的原因。我别忘了，只有你活着，你才能保护你的孩子。你哪怕是在监狱里边服刑，只要你活着，他们才有念想和安慰。真正的原因就是他打我，我受不了了，没别的。谢谢李律师，谢谢审判长。本案被告人不能正确处理家庭矛盾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，主观恶意极深。公诉人对被告人长期遭受虐待深表同情，但同时认为，这并不能成为被告人获得轻判的理由，故此，公诉人坚决要求依法判处被告人死刑。辩护人，请发表最后的意见。辩护人没有新的意见。有。被告人杀人罪不可恕，但事出有因，被害人有极大的过错在先，我们认为这是可以酌情减轻我们被告人法律责任的情节。被告人邱阿贵，这是你最后发言的机会，你有什么话对法庭说吗？是我杀了人，我愿意给他偿命，只求我婆婆和我娘家妈看在我3个可怜的娃儿没爹没妈的份上，疼他们3个孩子。好在我的大闺女已经14岁了，还可以照顾好2个弟弟。我求你们，别让她早嫁人，让她把2个弟弟拉扯大。
我谢谢你们的恩情，谢谢，求你们了。法庭审理到此结束，本案将择期宣判，把被告人押下去。娘娘，等一下，有些事情我们商量商量，行不行啊？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包庇邱阿贵，相反，我们是为了你和家里面考虑。人死不能复生啊！如果邱阿贵判了死刑，那3个娃娃就真的是没爹没妈的孩子了。再说了，孩子们都大了，慢慢懂事了，他们看着你那么坚决的要求判他妈妈死刑啊，那大了以后怎么想你啊？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呢去他们娘家，尽量的争取多赔偿一点。你呢出一份谅解书，留他一条命。就算判一个死缓、无期徒刑，一辈子待在监狱里面，只要这个妈妈活着，孩子们就有个念想啊。你说呢？我谢谢你，这么为我们家着想。主要都是为了3个孩子嘛，是不是啊？孩子可怜啊。审判长，你要不让他死，我就去死，死在你们法院门口。胡大妈、刘大爷，你们发表一下意见，这个案子该怎么判？小芳，你可是人民的审判长，这屁股不能坐歪了，替杀人犯说话呀。你想想，如果是你的儿子被媳妇砍死了，你能谅解他，让他活着吗？你能不报这个仇吗？我实话跟你说，我儿子呀，他也打媳妇，在南隅打媳妇的男人有的是，我也是挨打挨过来的呀。当然，这打人他纵然是不对，但咱们可以教育，你不能就因为这些家庭矛盾就把男人都杀了，那是以后得出多少惨案呐！胡大妈，你也是妇女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刘大爷，您发表一下意见。小芳，你原谅我。邱阿贵的事让我想起了我妈了。我妈也是被我爸打了一辈子，后来她50多岁就上吊了。我先表个态，我赞成留邱阿贵一条命。真没判死刑啊？差点儿。我抓来的那个陪审员胡大妈，真是看走眼。幸亏例会找那个刘大爷，还能说句人话，2比1，死缓。这事儿还得感谢建民，是他跟我说的，陪审员里的刘大爷是最善良的。谢谢建民。先别感谢，这事儿也没那么乐观。这案子最终还是要上审委会的。你们想想现在的形势吧。所以你觉得邱阿贵还是
人那套意思。我没这么说。再道别，时光也不回首，再沉重，青春也如海流。就约定，奔赴各自的路口，也要将同样的梦守候。有的花等了等又溜走，有的路崎岖多风雨骤。别担心，疲惫了就无从解忧。我微笑代表懂你感受，那些委屈苦痛蔓延在夜的尽头，也曾追问自己勇气还够不够。有一颗星闪烁，仿佛在问候，那是你来时许下的梦。生活的渴依旧，不再脆弱的双眸，花开无声，就在不经意的时候。平凡的路，写就不平凡的梦。我会一直伴你左